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就是价值投资理念为什么在投资领域一直都这么重要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说到价值投资呢，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被称为价值投资之父的格雷厄姆啊。他有3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啊，关于价格和价值的关系，关于能力圈，还有关于安全边际。这3个理论呢，一直都帮助投资者在做一个非常明智的决策。没错，那我们就开始吧，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咱们先来聊第一大块啊，就是关于这个价值投资的先驱格雷厄姆的传奇人生和他的贡献。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想问，就是格雷厄姆的这个早年的经历，对他后来的投资理念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他其实小的时候是经历过家道中落的啊，就是他小的时候其实家里条件还挺好的，但是在他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然后家里面就一落千丈啊，他的妈妈还要靠炒股去维持家计啊，但是也失败了，他们连房子都被拍卖了，所以他就是从小就是要去打工啊，做各种各样的零工去补贴家用。听起来他真的是从小就经历了很多磨难。对，没错，所以他其实对于金钱和风险的认识都是非常深刻的啊，然后这些也让他非常的自律啊，也非常的谨慎啊，在他后来的投资的生涯当中，他也始终是把本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啊，这也成为了他的价值投资的一个底色。他在投资领域到底有哪些让人惊叹的成就？就是他其实在刚刚进入华尔街的时候，他就是靠自己非常严密的这种财务分析，然后去挖掘那些被市场低估的股票啊，很快就出人头地了啊。他也设计过非常复杂的这种套利的策略啊，包括他管理的基金在28年里面平均的年回报率是超过20%的啊，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哇，这个业绩真的是太惊人了。更厉害的是他写了2本投资领域的圣经啊，一本是证券分析，一本是聪明的投资者啊。这2本书里面他提出了这个内在价值和安全边际的概念啊，他也培养出了像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大师啊，所以他也被称为现代证券分析之父。你觉得就是格雷厄姆的投资哲学里面最核心的理念到底是什么？他其实就是强调投资不是靠运气或者是靠内幕消息，它是靠你对于公司的财务和资产的深入分析，去找到那些价格低于其实质价值的股票，然后长期的持有，再配合上分散投资和严格的风险管理，这样才能够让你在这个市场的风浪当中稳步的去积累你的财富。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把投资真正的变成了一门科学。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核心理论的剖析啊。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主题就是格雷厄姆是怎么看待价格和价值的关系的，以及这一理念如何影响投资决策。就是格雷厄姆他其实是彻底的区分了价格和价值这2个东西啊。他认为价格是你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个随时在波动的东西，而价值是企业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品质。它是需要你去财务分析啊，去好好的研究它的资产、它的盈利、它的前景，你才能够去判断的。所以他不认为股价就能代表公司的真实价值咯？完全没错。他打了一个比方说，股价就像一条狗，它会主人是价值，主人在稳步的向前走，但是狗是一会儿跑到前面，一会儿又折回来，但是最终它还是会跟主人一起到达终点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聪明的投资者应该去利用这种市场的情绪化的波动，在价格低于价值的时候去买入，然后在价格回归或者是超过价值的时候去卖出。他而不是去盲目的追涨杀跌。你怎么看这个能力圈这个原则在投资当中到底有多关键？就是它其实就是让你去只在你自己真正了解的行业或者公司里面去做决策，就是你有这个知识，有这个经验，你能够看懂它的财务，看懂它的经营，看懂它的未来的潜力，你才能够去对它的价值做出判断。所以就是说你不能什么热门你就去追什么。完全没错。对，就是你要专注在你的这个能力圈里面，你才能够避开那些你不了解的风险，然后你要不断的去复盘，不断的去学习，慢慢的去扩大你的这个边界。但是你绝对不能因为一些市场的热点就头脑一热就冲进去了。对，这个其实是巴菲特他们这些人能够长期跑赢市场的一个秘诀。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个安全边际是价值投资的核心的保护垫？对，因为安全边际就是你用一个远远低于
公司内在价值的价格去买入它的股票。比如说是它的价值是100块，你可能用40块、50块就买到了，那中间这一大块差价就是你的安全垫。它可以帮你抵御因为你对未来的判断失误所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或者说市场的一些黑天鹅事件。所以就是说你买到了便宜货，你就可以更安心的去面对市场的波动。没错，对，就是你有了这个安全边际，你就有了抗风险的这个底气，然后你又有了这个未来的收益的空间，对，那你就要去好好的研究它的财务，好好的去估值，再配合上分散投资和严格的纪律，你就可以把风险降到很低很低。就像当年巴菲特买那个桑伯恩地图公司，他就是靠这个大折扣实现了2倍的回报。然后咱们要聊的第3个部分就是关于价值投资的实践了。对，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普通投资者到底为什么会经常出现亏损。其实大多数人亏钱都是因为他们太容易被市场情绪带着跑了。就是涨的时候大家都一窝蜂的去追涨，然后跌的时候大家又都恐慌性的割肉。就像我们之前说的15年的那一次 A 股的大跌，就是很多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跟风操作嘛，就亏得很惨。所以情绪化和盲目跟风真的是很容易让你做出错误的决定。对，没错。还有就是很多人他喜欢频繁的短线交易，或者说他喜欢去相信一些内幕消息或者什么热门题材，那其实这个就不光是你的交易成本会很高，而且你很容易就踩到一些暴涨暴跌的这种陷阱，然后再加上你又很容易比如说全仓一只票，或者说你去借钱炒股，那这个时候一旦遇到一个什么黑天鹅事件，那你就损失惨重。就像我们之前说的2024年的那一次市场调整的时候，那些用杠杆的人爆仓的比例可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的。但如果我们想要用格雷厄姆的这套价值投资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实战的话，具体要怎么操作呢？核心其实就在于你要把本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对，然后你要去买入那些价格明显低于其内在价值的股票，就是要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对，比如说你用低于7折的价格去买到那些财务很稳健而且有持续分红的公司，那你就相当于有了一个下跌的保护伞。所以要很严格的去筛选。对，很严格的去筛选标的。没错。对，那你就要去通过一些财务数据去深挖它的一些历史的盈利啊，包括它的现金流，然后分散投资在不同的行业里面，定期的去调整你的这个组合，再配合上这种逆向思考和定期定额的这种策略，就可以帮你在市场的波动当中既能够控制住风险，又能够去抓到一些被低估的这种机会。对，就可以帮你真正的实现长期的资本的增长。那我们如果说想要在实践当中去运用价值投资的这套方法，具体要怎么去做？或者说有哪些操作的要点是我们要记住的？有哪些心态上的修炼是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你要把这个财务报表分析当成你的基本功，然后安全边际要作为你的一个买入的底线，分散投资和定期的这个再调整要作为你的一个护身符，要克服你自己的贪婪和恐惧，要坚持独立思考，把投资当成一场马拉松。你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反思，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市场里面守住你的本金，也能够抓到一些真正的机会。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念，也聊了很多关于在实际操作当中怎么去应用。其实我觉得无论市场怎么变化，这些原则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然后做出比较理性的选择。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